好，我是建哥。2024年的11月呢，独魁 V3 Pro 横空出世，搭载着当年的旗舰传感器 Focus Pro 35K， 在当年的高端万车市场呢，砸出了一个重磅水花。重新设计的模具呢，在当时掀起了很大的讨论热潮。全新的光学微动，更加舒适的手感，至今呢都是职业选手鼠标选用的 Top 1的存在。联名款呢，不仅有 Faker、Cesar、Xantus 战队、宝可梦，那今年呢还发布了 EVA 的联名款。联名王了属于那时隔1年半，现在我们手上的是2020年的雷蛇刚全要发布的新旗舰独魁 V4 Pro， 更新的光学微动，更强的全新传感器。让我们来看看升级归来的独魁 V4 Pro 有什么亮的地方吧，以及呢和去年的旗舰蝰蛇 V4 Pro 老款的独魁 V3 Pro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购买推荐。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包装。那独魁 V4 Pro 呢，采用了 V4 系列独有的扁平包装设计。打开包装呢，第二代的 Razer Hyperspeed 8K 接收器呢和鼠标平躺在包装中。取出鼠标本体和接收器呢，下面就是非常常规的配件了，跟鼠标同色的线材、超薄的防滑贴、说明书和贴纸，非常标准的配件配置。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外观。独魁 V4 Pro 呢，对比上一代，外观呢并没有变化，沿用了独魁 V3 Pro 的模具。鼠标长127毫米，宽64毫米，高40毫米，横握点间距56毫米，非常舒适的中大手右手对称鼠标。鼠标沿用了蝰蛇 V4 Pro 上的十分亲肤的涂层。上手的手感十分舒适。本次鼠标的首发呢，依旧是黑白两色可选，重量为黑色49克，白色50克左右。我们手上呢是白色版本，对比上一代的 V3 Pro 呢轻了约9%，也是进入了大家现在认知中的最佳轻量化鼠标的50个大关。独魁 V4 Pro 的鼠标呢，底部整体设计语言呢跟上一代一致，可能呢是更新了传感器的原因哈。光头外围的胶贴呢，从花生米形状改成了正圆形。光头上方标注了品牌和产品的英文原版名称 Viper V4 Pro。外观呢，既然是大家熟悉又适应的模具了，那么就说明这次的升级地方是内在。本次的独魁 V4 Pro 呢，使用的是第三代的 Focus Pro 50K 的光学传感器，最大 DPI 5万，最高速度930 fps， 最高加速度90G。不过真的有人类能用到这个参数吗？不仅相比独魁 V3 Pro 的第二代 Focus Pro 35K 的传感器呢，最大 DPI 3万5提升了不少，甚至相比去年的蝰蛇 V4 Pro 的第二代 Focus Pro 45K 最大 DPI 4万5，有进一步升级了。可以说是目前市面上数值全面领先了。雷运中呢 ，DPI 是可以以1为步进行调节的，更加精细化的配置出属于你的鼠标速率。同时呢，在驱动中加入了传感器角度调节，可以根据个人需要调节时的光标更加跟手。鼠标按键呢，采用了 V4 系列统一配置的第4代雷蛇光学微动相较上一代的手感呢，更加的轻盈干脆。我们来听一下按键音。同时呢，独魁 V4 Pro 的鼠标滚轮编码器相比 V3 Pro 更换成了雷蛇定制的雷蛇光学滚轮刻度清晰。以往的机械滚轮呢，会随着使用时间去逐渐磨损，甚至出现故障。那光学滚轮的无物理磨损使用的寿命就更长了，无意外滚轮误触，比机械滚轮呢更加稳定耐用。官方宣称呢是 1K 模式下180小时续航，8K 模式下也有约45小时。对比之前 V3 Pro 的 1K 模式下95小时续航和 8K 模式下17小时续航，至少都是翻倍的提升。相比于去年的蝰蛇 V4 Pro 的 1K 模式150小时，8K 模式22小时呢，也有不小的提升。可见新主控和传感器的能耗控制是有多惊人。雷蛇每年都会更新旗舰产品，但是光看参数都会不小提升可谓是自己卷自己。今年最强鼠标，明年就会有新品的替代了。接收器方面呢，这个接收器相信大家也都十分眼熟了。在去年呢，我们开箱恋与蝰蛇 V4 Pro 的时候呢，大家就见到过了。这个全新的第二代的雷蛇 Hyperspeed 8K 接收器呢，新的半球形的接收器设计，在移动鼠标中呢都是特立独行的。对比于前代梯形接收器呢，多了2颗指示灯，增重明显都快赶上鼠标重量了。这个感动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之前接收器东倒西歪或者乱飞的问题。
新周期上的3个指示灯呢，可以在驱动里自定义功能啊。默认情况下，从左到右分别是链接信号质量、电池电量和当前鼠标回报率。搭配驱动里的全面游戏自动从1K 回报率切到8K，可以直观的看到鼠标状态。游戏刚开就能立马切换，性能续航两手抓。驱动方面呢，独魁 V4 Pro 支持最新版的雷云4驱动，打开驱动呢，非常浓郁的雷蛇味道就扑面而来。熟悉的雷蛇驱动玩家呢，都可以无缝上手。那除了雷云4外呢，在它上市之后呢，也会跟进雷云的网页版的适配啊。由于我们是发售前测试，网页版的雷云还暂时无法识别到这个鼠标。那等到3月25日开售之后呢，大家就可以留言看一看网页版的驱动是什么样的。那这次搭配鼠标一起发布的呢，还有一张巨甲虫 VR Pro 的鼠标垫。那之前出过的 Nico 联名版鼠标垫呢，便属于这个系列。该系列的鼠标垫呢，作为雷蛇旗舰级的布面鼠标垫呢，在表面布料上呢，给了5种滑动科学啊。我们手上的是荧光绿色标的中性电 Balance， 除此之外呢，还有紫色的 Max Control、蓝色 Control、黄色 Speed 和红色 Max Speed 的科学。鼠标尺寸为500×480×4毫米，厚度呢是现在主流厚度，宽度呢比起常规的竞技尺寸要更宽，提供了更大的甩将空间。鼠标底胶呢，采用了雷蛇自研的 Gladcore 的泡棉，并且针对从控制到速度依次从软到硬的设置，提供了更好的相对手感。下沉式的包边处理的十分精良啊，有效避免了鼠标垫边角磨手的情况，是一个配合独魁 V4 Pro 的好搭档。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选购建议呢。其实独魁系列更新到现在已经到第4代了啊。那么更新过的模具的 V3、V4 系列，不同情况下呢，应该如何选择呢？独魁 V4 Pro 的首发价格是1299元。那相比 V3 Pro 呢，虽然说重量轻了9%，但是模具的外观基本是没有更改。传感器的升级啊，个人觉得是有些性能过剩了啊，反倒是续航的提升是比较明显的。那追求极致，不在乎预算，可以购买独魁 V4 Pro T0级别的鼠标了。那老款的 V3 Pro 也不是不能买啊，毕竟价格能便宜300多。目前的独魁 V3 Pro 呢，依然是作用了大量的 IP 联名款，喜欢哪个 IP 就买哪个就好。联名款的涂装呢，对比起常规配色来说呢，提升了金属光泽。部分配色的花纹呢，有一定的立体感啊，手感相对于原版的涂层呢，会略微滑一点。但是整体的触感区别不大。当然，这里啊，今年年头推出的 EVA 的联名款的接收器呢，是做过特别设计的，还蛮有意思的。如果说预算不足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独魁 V3 极速版。那按照雷蛇以往的战略部署呢，那估计 V4 极速版也就离得不远了。预算不足的话，可以考虑等一手。独魁 V3 极速版是一个干电池的版本，因为下池电池仓的原因呢，光头位置会十分靠前，在游戏过程中呢，拖动鼠标因为轴心的问题，那体感鼠标 DPI 会略快一点，需要注意一下。如果预算不足以购到独魁 V3 Pro 的情况下呢，可以考虑一下独魁 V3 Pro SE， 那一个没有8K 回报率的版本，整体配置和独魁 V3 Pro 是完全一致的啊。那在预算略低的情况下呢，也是可以购买使用的。那对于骨灰级玩家来说呢，那更新的传感器、更好的按键手感、更耐用的滚轮，那独魁 V4 Pro 一定是你更好的选择。那对于喜欢非对称设计的玩家来说呢，也是可以看一下去年推出的蝰蛇 V4 Pro 和蝰蛇 V3 极速版。前者虽然对于独魁 V4 Pro 来说呢，性能略有下降，但是参数在移动旗舰鼠标中呢，依然是很能打的存在。后者在阉割了一定的传感器性能的同时呢，缩小了尺寸，使得中小手趴握的舒适度有所提升。而蝰蛇 V3 极速版也用了 Pro 的充电方案，无干电池仓，所以光头的位置比较居中啊，不会有明显的加速感。预算有限的大手玩家也可以选购一下蝰蛇 V3 Pro 啊。虽然标配没有8K 回报率，但是整体性能参数是过关的，性能稳定，也可以在后期另外加购雷蛇的8K 接收器搭配使用。虽然说蝰蛇 V3 系列并没有用上 V4 系列上的轻浮涂层，但是微磨砂的触感呢，相对来说更加干爽，也是十分不错的重度游戏选择。还有调预算情况下呢，也可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手感的巨甲虫 VR Pro 的鼠标垫啊，首发价格449元，在部店当中呢，几乎算是最贵的一档了啊。不过手感和材质搭配雷蛇的品牌性啊，也算是值得购买产品了。当然，如果你是 Nico 的粉丝，也可以看一下599的联名版，如果说你能抢到的话。那今天节目这里，不知道你如何看待雷蛇新推出的蝰蛇 V4 Pro 呢？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如果观众别忘点小拿点个赞，因为我们是全职 YouTube，你们简单对我们很重要。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传个3O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可以来淘店铺传过的数码。这是传口，我们下见，拜拜。